你们要去血魂林，怎么少得了我呢？南姐姐，南妹妹，我与你同去，我来保护你，好不好？不用了。等遇见獠牙怪，你们俩还不一定谁保护谁呢。啊，你们要去聊鬼窝呀？对付危险这种粗活，怎么能让包公子这样斯文儒雅的人去做呢？你这么好看，可不能伤成第二个江玉湖。南姑娘言重了。哎，言重义重，不如公子人重。你就答应我嘛，阿整，阿整哥哥。好。太吓人了，太吓人了！这个女人不会被妖怪附身了吧？看她像是要吃包大哥的女妖精。走。这溜小路临近眼空，无半点鬼癖之象，比喝入心汤还让人安心。咱们早该这么走了。小呆瓜真有出息，为了不和獠牙怪一般见识，就算胡扯也在所不惜。江玉湖遇险，真假难辨，寻不见獠牙怪，总不能赖我吧？唉，咱来都来了，是要防獠物呢，还是陷阱呢？前路渐行渐陡，江玉湖若在此暗夜失足，倒也入里窃情。你们看，那片草叶像是嵌着血迹。3日前血魂林刚下过一场雨，现在这几处血迹不仅清晰可见，且自上而下，呈扫刮之状，许是江玉湖跌落擦伤所致。这么说，獠牙怪索命也不虚了。仙下无风，属何异动？既然林中无风，必树间有物。小心！獠牙怪，别怕，是蝙蝠而已。观其癫狂之状，极像是中了风魂白骨杀的蝙蝠，因而更凶猛暴力，世人如饿虎扑食。由此推想，江玉湖要么是失毒者，要么真是虎口脱险。倘若他能捡回一命，那不幸中的万幸是假，以武力取胜才是真。细想想，昨晚从咱们房中逃出的飞物就是他。蝙蝠一向潜藏于林中，该不会是江玉湖把他带回客栈的吧？獠牙怪昨晚闯你房间了，所幸有惊无恐，不必放在心上。幸好有小青瓜相护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那是必须的。行了，我们还是赶快回到客栈吧。眼下迷离香说来就来，人命危险，走吧。好，走。娘，哎呀，你跑哪儿去了才回来啊？真是姑娘大了不中哎呀，您就甭损我了，走，回房跟您细说。哎，走了，走。诸位回来了。这花瓶真好看。公孙公子，这是我刚才清理仓库时找到的，水夫人也是一眼就看上了呢，捧在手里把玩了半天，最后她满心欢喜的买了下来，我这就给她送过去。等等，公孙公子有什么事儿吗？青明姑娘，可否将花瓶借我一观？自然。怎么会有一只笛子啊？这只玉笛看着却有几分眼熟。又是突如其来的似曾相识之感，会不会和媚丹峰有什么关系？
还真是。你装作不知道，照常把瓶子送过去。哦，啊，对了，这件事先不要告诉旁人哦。你办道接走赃物，小心水姨找你算账。我就怕他不敢来。包大哥，这玉笛和媚丹峰有什么关系？你们看，先前我只留意了媚丹峰腕上的玉镯，现在细看，这只笛子也正在这幅画像中。别说玉笛，画上连根竹棍都没有。玉指环，指环？什么指环？准确的来说，应该是白骨指环。这幅画像中嵌在媚丹峰发髻间的簪头，正是这枚指环，上面都镶有同一片枫叶。如果指环是媚丹峰之物，它为何会窜到江玉湖的笛子上呢？拈指环相思，见环重相忆。愿君永持晚，循环无终极。指环因为有同心之约与循环之意，常作为男女间的信物。但细究这枚指环的用法，应亦不在此。我不知道你们山下人的套路，但在江湖上，指环可作为权力的象征，即是各派掌门或武林盟主的交接之物。举一隅不以三隅反，我猜于暗杀组织而言，亦复如是。你是说，媚丹峰就是暗杀组织的头目？魑魅未解丹峰意，魂归白鹿无终极。这两句诗，不仅影射了血魂林、媚丹峰和无极客栈，同时还揭露了媚丹峰被杀害的真相。什么真相？20年前，丹峰杀人案曾闹得人心惶惶，此非一人之力所能及，但多人之力便有余。而媚丹峰正是其幕后中主，直至他在血魂林里为失中白鹿反杀，封魂白骨砂从此化为泡影，而那枚指环却落入了新晋主脑手中。此人不可能是江玉湖吧？20年前他还不及我一半大呢。当然不是，新晋头目实为杜贤。江玉湖从杜大人的寒匣中窃取这枚指环后，便将它藏在玉笛上掩人耳目。那匣中的另一物，就是巴东真香茗。这么说，20年前的白鹿就是杜贤了？白鹿不是一个人，除杜贤之外，胡掌柜和孟达亨也都位列其中。而凶手下一个谋杀目标，也极可能是成员之一。毒手尊前，一报还一报，谁都不会少。我们立刻兵分两路，阿策，你不妨借这支玉笛去探探江玉湖。那你这路兵呢？哼，既然凶手有意探完借客，那我便来他个借完探客。我那玉笛材质尚好，虽然音色欠佳，但是找个会掌乐器的师傅一修，价值能翻好几倍。切，也不知被谁拿了去。若是被我知道了，非扒了他的皮不可。那是江公子的玉笛，到了我手里，那就是我的。想让我再吐出去，那就好比要了我的命。
成是公孙策搞的鬼。哼，这就找他去。不许去！八字还没一撇呢，胳膊肘就往外拐了。哎呀，你说你摆不平包拯倒也罢了，反倒平白又惹出这么一块绊脚石了。娘，包拯是君子，出身清白，身上还有功名，将来是要做官的。人家怎么会看上我这种人？你怎么了？老娘当年那也是名扬天下的美人儿，江湖上多少人抢着娶。哎，你模样随我，大小呢是个美人儿，哪里也配不上她。娘，我不想再做贼了。你真觉得这样的日子好吗？纵使有金银成山，又能怎么样？他走的是阳关道，而我呢，终究是见不得光。你以为你和他在一起就好了？这男人呐，说白了，他真不如手里的金银实在。做贼多有前途啊！天下没有不能去的地方，所去之处，钱财随心取用，多好。是吗？是啊，可你看看我，大好的年华，又真心喜欢上一个人，却生怕配不上他，还总得担心被官府抓到。我何曾有一天真正自在过？我这也是为你好，好或者是不好，您让我亲自去走一走。有的人一旦错过，就再也遇不到了。反正我是已经下定决心要金盆洗手了，您就成全我吧。娘，您答应我吧。娘，您就答应我吧。娘，罢了，我答应你。等再捞一笔大的，我就金盆洗手，退出江湖，再也不沾这些事儿啊！公子这是何意啊？无风一时飘香处，花开花谢并蒂莲。夫人既是媚丹峰的妹妹，就不想知道这粒香丸来自何处吗？你干脆指认我就是媚丹峰得了。亏你才被那个假包拯坑过，竟也会看脸使绊子。你失足未成千古恨，便想坑我做替身，说穿了，不就是欺负我是个寡妇吗？我娘寡居多年，我平生最怕的就是她了。现在我见您，比见她还怂呢。十全大补汤来啦！这可比南姑娘的猪心汤更胜10筹呢。包公子，二位热了便是，莫让在下搅了这碗患难见真情。夫人慢用。哎，青梅姑娘，你手上的镯子，可否借我看看？这女儿家的私物，不太方便吧？作为私物，你自有不便之理；但作为信物，姑娘与人方便，也是与己方便。你是媚丹峰的女儿，她死得不明不白，你就不想知道真相吗？方才我不过是调侃了一句南姑娘的猪心汤，公子也不至于这般造谣于我吧？一会儿说我是媚丹峰的妹妹，一会儿又说她是媚丹峰的女儿，枫叶捡多了吧你？满客栈给鬼攀亲戚啊！媚丹峰隐居在此，中间她曾经消失过大半年，加上此人怀孕前3、4个月体型不会有太大变化，基本看不出来。前后时间加起来，生个孩子想来是绰绰有余吧。据说她回来时身体病弱，依我看，她应该不是生病了，
而是产后虚弱所致。客栈大厅中的画像，魏丹峰的手上也有一只与他十分相似的手镯。虽说镯子都长得差不多，但昨晚刚一照面，你就迫不及待地用它来试探了孟夫人。哎，嘿嘿嘿嘿嘿。你试探的本意原是寻母，却未料机缘巧合与自己的姨母相认。倘若将这些证物呈与上官将军，二位要跳的，只怕是火坑了。没错，我二人与媚丹峰确实骨肉至亲，现在也是彼此唯一的亲人。在孟达亨的生死关头，您决然置之不顾。敢问夫人，您是从何时得知孟达亨就是谋害媚丹峰的帮凶？胡掌柜死后，孟达亨就向我道出了血魂林旧案的真相。那时我才知道，曾经自以为踏上的归途，可事实上却是另一重深渊。20年前，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媚丹峰为了守护封魂白骨沙，在血魂林中惨遭追杀。不留封魂白骨沙，主上休想出林。尔等白鹿，竟敢背信弃主！如今你非丹峰，我非鹿，屠杀才是你的唯一活路。本主宁愿绝命于此，也不会交出毒杀。既然如此，我便成全于你。夫人可知，除杜贤、胡掌柜和孟达亨之外，另一名白鹿杀手又是谁？这人，他并没有向我透露。我只听说，那名杀手擅长滴水诀。还有一事，媚丹峰生前曾经在信里留下一句话：“得指还者，得毒杀。”得指还者，得毒杀。眼下情况复杂，你们务必警惕。若是再想到什么，请立即告诉我。在下先告辞。公孙兄，你在哪里找到的？一个你绝对想不到的地方。江兄，仔细看看，这玉笛是否完好如初啊？
一切如初。江兄好生收放，千万不要再弄丢了。好，劳公孙兄费心，多谢。举手之劳。既已物归原主，在下便不打扰江兄休息了。公孙兄慢走。怎么，又不舒服啦？应该是在林子里受凉了，只觉得头重脚轻，身心俱疲。不让你去，你偏去，赶紧歇息吧。娘，您怎么心事重重的？你说，公孙策是不是把我偷玉笛的事告诉江玉湖了？方才江玉湖看我的眼神怪怪的。他要是想拆穿我们，之前就不会私下来找我们问，也不会自己把玉笛还给江玉湖。哎呀，吓了我一跳。您还会心虚啊？咱们的身份第一天就暴露了，笛子的事情人家不拿到明面上说，是给咱们娘儿俩留着脸呢。你以为别人都不知道？你这跟明抢有什么区别？那我不都已经还回去了？那是你还的吗？娘，心虚的滋味不好受吧？这么多年被衙门整天追捕，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，这就是自由吗？咱们不是说好了？您就别再拿话打发我了。这些年来，您哪次不是说再捞一笔，再捞一笔就收手的？可咱们又没有将钱拿来挥霍呀。哦，现在为了一个包拯，你竟要做如此牺牲，我看你呀，日后要后悔的。情出自愿，事过无悔。我这不是牺牲，是重生。倘若这世事都留有余地，或许我会一无所失，但我也必将一无所得。这几日相处下来，其实我觉得他或许有那么一点点喜欢我。娘，你以前总是说要傍个有钱的男子，今日你却说喜欢。哎呦，怕是你已经栽到他手里了。这才见了几面，怎么就被勾了魂呢？哎呀，罢了，就依你吧。我就知道你最疼我了。唉，也许老天不会眷顾不知天高地厚的傻丫头。但愿我女儿是个例外。只是啊，你将来碰了壁，不要再回来找我哭。怎么会呢？那歇息吧。再喜欢谁也得有心力才是啊。得指还者得毒杀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要是能猜出来，早就轰动武林了，哪还有功夫做我们的跟屁虫？要凭脑子蟾宫折桂的又不是我急个什么劲儿啊？你呀，就是个平平无奇的毒舌公子，爱吵吧，还谁都吵不过。就跟天不热，你还总爱扇着把扇子是一个道理。包拯，你管不管？
管！哎，站着！你有没有听说过滴水诀？滴水诀？我听师傅说过，江湖上有一独门功夫，名叫滴水诀，挥手之间可弹出毒水，如白雨跳珠，飞洒成片，令人无法躲避。但如果将它和另一种剧毒相融合，便可以以毒解毒。因为会这门功夫的是一个女子，宁停善赖，美得雌雄莫辨，便得了一个滴水观音的名号。听说她早已退隐江湖了。滴水观音？那个和胡掌柜密谋喋血客栈的神秘人，不也和观音有关吗？你接着销声匿迹，我呢继续杀人如麻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凶手的下一个谋杀目标正是滴水观音。这次，我们既要捕蝉，也要捉雀。滴水观音是谁？他就是欲夺白骨指环的另一名白鹿杀手。水仪。清明姑娘，包公子，水仪是否在房中？房中只有南姑娘在熟睡，我刚才走遍客栈也没有看到水夫人。她会去哪儿呢？那幅画像上，指环反常的藏在媚丹峰的发簪中，而那发簪名为凌云簪。纵观客栈上下，便只有一物与凌云有关。地窖中刻着云样图案的葫芦，正是。水仪窃取而去的白骨指环得而复失，他多半能猜到是阿策劫走了笛子，但未必会料到我们已将指环之谜破解。如此一来，他可能去的地方便只有地窖。怕就怕，这也正是凶手下的圈套。救人要紧，咱们赶快走吧。包大哥，再耽搁下去，迷迭香就要来了。你担心此处有埋伏？门一旦打开，怕又会是一个致命关隘。包公子，您是要去地窖吧？我来给您开门。完了，果然如此。哎呦，开个门竟然开出一只迷迭香，我这手可真是够深的。你的确出手不凡，但也着实招人烦。罢了，迷迭香本来就是个幌子，地下的机关才是在劫难逃。何儿，你和阿策在客栈观察每个人的动向，咱们走。单走这段路就要花费近半炷香的时间，也不知水仪能否挺得住。如果白鹿杀手是待宰鱼肉，那凶手应该是为媚丹峰接身报仇吧？与媚丹峰骨肉相连的人只有孟夫人和清明，但这二人一个雷大雨小，一个怕风窃雨，不像是以血洗血的人啊。面目全非者，往往比面目狰狞者更可怕。我们要提防的，反而是其貌不扬的人。此行踏入血魂莲的每个人都是待解之谜，最危险的不是一知半解，而是自以为知道的都是错的。这门定是被凶手给封住了，待我将他撞开。小心！
陈昭，你没事吧？这鬼客栈真是一步一个坎儿，不仅要提防其貌不扬的人，还要提防其貌不扬的门。你终于自己悟出个道道，也算没白摔。丹峰白露，熔炉已经开燃，水衣不在他处，毒水被困于熔炉之中。张昭，包大哥，这回门真被封住了，你有不砸门的法子吗？有。怎么会没有反应呢？这枚指环会不会是另作他用？也许吧。包大哥，炉火熄灭了。水衣，救他！你挺住，我马上救你出来。水衣，水衣，告诉我凶手是谁？胡掌柜，可他已经死了。其他人也不姓胡啊。胡，江玉虎。救谁？水衣，救谁？水衣，水衣。将军，您可得信我呀，这事儿和我真的没关系。您听我说。呀，水夫人。水夫人，又是媚丹峰的封魂白骨杀。哎呀，这时辰掐的也忒准了，咱们来时那迷迭香刚好燃的只剩一截了。香消玉殒，何其哀哉！你手怎么那么欠呢你？那花谢了值得可怜，我这天生的嫩草就活该吃瓜唠。哎呦，将军呐，小的冤枉啊！您要是真的把我砍了，我可就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被门谋杀的小二了。你别这样，到那时啊，一定会覆盆难照，五岳云豹，血溅10丈白帆呐！将军，你再熬，老子马上砍了你做陪葬。将军，包拯，你可知凶手是谁？回将军，我等赶到时，水衣已被凶手置身于熔炉之中。我们虽将其救出，但封魂白骨杀致命在先，纵向死地求生，为时晚矣。水衣生前曾说过一个“胡”字。胡字。娘，南妹妹，南姑娘。信不信？凶手一定是江玉虎。那江玉虎为什么还……嘘，
谁知道他们有什么过节？江右湖在何处？我刚才寻了他半炷香，也没找着。带水姨回房整理一下吧。想来他定然也不想让自己这般狼狈。我会帮着你。就算将此地翻个底朝天，也一定要将江玉虎捉回。你查案要紧，免得凶手再次动手。我留下来守着他。好。那你一定要照顾好他。我明白。他怎么样？看着很平静。要我说，还不如使劲哭一场呢。那样子看着，真让人揪心。他们母女浪迹江湖，相依为命，怕是一时半会儿缓不过神来啊。包大哥，你别太自责了，好歹我们帮水姨留了个全尸啊。死者已矣，生者只能尽责求生。况且魑魅魍魉莫能逢之，这本就是场新鬼与旧鬼的恩怨战，无吉亦无常。水姨若不是对封魂白骨砂心存贪念，也不会让凶手正中下怀。水姨虽有心窃取封魂白骨砂，但在他赴死之时，却是为了救人而劫杀。如此一来，便可与滴水诀融合做解药。他是为了救谁而死？沈寒吗？是南天竺。南姐姐也中了封魂白骨砂，这不可能。昨晚我们去血魂林追寻孟达亨时，南天竺不慎被失而复得的灯笼扎破。当时情势危急，并没有发现灯笼早已被身中封魂白骨砂的孟达亨所燃至。哎，好像是小心！让我看看。没事，许是这杆子上的竹茶。方才我见南天竺的臂腕上出现了数道血痕，与沈寒毒发之状如出一辙。如若再寻不出解毒之计，他们的余生随时都抵不过一炷香。南姐姐知道这个噩耗吗？也许吧。今日我们从血魂林回来的时候，曾经讨论过沈寒的伤势。待他发现血痕，自会心知肚明。南妹妹，你节哀。你娘她不用安慰我。从我做贼那天起，我心里就有数。说不准哪天失手，
便要丢了性命。只是真到了这一日，我总觉得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完，还有许多风景没来得及一起看。从前总想着来日方长，却不知一觉醒来，已走完我们母女的最后一程。我们命中注定要失去所爱之人，不然怎么会明白世间尚有永恒之所在？如果生离死别才是永生的代价，那宁愿是我去做那个赢家。南妹妹，你还好吗？白姐姐，我肚子有些饿了，你去帮我端一碗粥来吧。好，你先歇着，我去就来。嗯。没了滴水诀，我们上哪儿去抓救命稻草？水姨有滴水诀护身，本可以逃出升天，但仍被毒杀所害。我已检查过一次滴水诀的暗器，既不在熔炉中，也不在水姨身上，因此我怀疑滴水诀已落入凶手手中。江玉湖费尽心思，将白狗指环占为己有，谋逆之心昭然若揭。携指环以备主做妾，这颇像是杜贤麾下新晋杀手的做派。得指环者，得毒杀。江玉湖若是藏有封魂白骨杀的凶手，即便是为了争夺暗杀组织的头目而窃取指环，也不必急于一时。因此，我怀疑江玉湖并不是真凶，而是继水姨之后的下一个死者。他在水姨遇害时恰巧失踪，有可能这正是凶手打的马虎眼。我们尚未收到下一封匿名信，现在江玉湖又能躲到哪儿呢？血魂林，林中的蝙蝠因中了封魂白骨杀而变成獠牙怪，因此这也说明凶手曾在那里出没过。现在江玉湖稍有不慎，便会落入凶手的圈套。那我们即刻动身吧，找到江玉湖就能找到真凶，等到把滴水诀抢到手里，南姐姐就能性命无虞了。走之前，我想再看一看南天竹。好。南妹妹，这……阿软，南姐姐呢？南妹妹人不见了。不见了。怎么会不见呢？她不是正在为水姨处理后事吗？南妹妹说想吃粥，我便去厨房帮她将粥端来，谁知就一会儿的功夫，她就不见了。南天竹又出了客栈，青明应该知道，不如我们去问问他。青明姑娘，你可曾见过南天竹？我刚才恰好在客栈门口遇见过他。他去了哪里？
我喊了一声，他没理我，一言不发地跑了出去，看着好像是往血魂林的方向去了。慢着！你们看，蛇头口中夹着一封信。先生说，此乃最后一回合，我们必须要立刻找到南天柱和江玉湖。记住了，是包状元大战智小二，这几个字千万别写错了。我还指着这本书名扬四海呢。你都念叨5、6遍了，跟你俩大战5、6个回合似的。哎，包公子，您要去哪儿啊？烦请你们帮个忙，在这将人劫之前，谁都不许离开客栈。好嘞。对，迷迭香。迷迭香。南妹妹，南姑娘，南姐姐，南姑娘，南姐姐，南姑娘，南姐姐。一路上也不见南妹妹，可怎么办啊？站住！看，好像是南姐姐。南天主，你给我站住！南姐姐，南姑娘，南姑娘，哎，太深重分魂白骨砂。江玉湖气数已尽，不知客栈里的迷迭香燃的还剩多少。展昭，我们追。嗯。哎，保长他们是不是奔血魂林去了？不知道。哎，本将军命令你让开。为什么？让开！包公子说了，迷迭香燃尽前，谁都不能出客栈的门。我情愿与你在这儿凑合着干瞪眼，也绝不能与人家食言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要是再拦着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大人，你家俊杰的门槛也太低了。猪都认识的食物，我有什么使不得的？本将军是看你这头猪活腻味了吧？将军您，石公子，都怪我一时莽撞，误以为江玉湖是因为嫡子的过节而暗害我娘。我知道你报仇心切，莫再冲动行事了。我打小就跟着我娘做贼。虽偷过大把金银，可我们母女俩的日子过得并不宽绰。钱都去了哪儿？拿去救济灾民和养活乞儿了。曾经我以为此生至乐就是拥有不计其数的金银，现在方明白，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和最爱的人在一起做很多无聊的事情。
我们浪迹江湖，居无定所，可只要有我娘在，便处处皆可为家。现在她不在了，家也没有了。从故乡到异乡，我们都是漂泊的浪子。你对挚爱之人的想念，就是你的家乡。相信我，我们定会找到烽火白骨沙的解药。人生还长，你还有许多好时光。我信你。其实，未来能与你们同行，就是我所期许的好时光。走吧。好浓的血腥气！这里有沾血的枫叶。这下丹枫白露竟变成丹枫血露了。这应该就是獠牙蝙蝠出没的山洞了。江玉湖一定就在里面。走。包大哥好黑啊，你一定要跟进我们，不然找不着你了。这么大点地方，怎么会找不见啊？你不知道，包大哥小时候出去玩，有回躲在草里睡着了，包大娘打着灯笼找他，找了一晚上都没找着。为什么？包大娘说他太黑了，一到夜里根本看不着。包拯哪有这么黑呀？后来包大娘苦创美白药膳给包大哥吃，可吃着吃着就吃黄了。你别听我娘胡说。你有火折子，刚才怎么不拿出来啊？还问呢？你们把我姐的手都腾不出来，还拿火折子呢？自己老胳膊老腿的，你赖谁啊？别怕，只是骷髅。展昭，走，我们再到里面看看。天哪，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尸骸？胡掌柜在此地杀人如麻，需毁尸灭迹的，已焚于熔炉中，其他的，应该就抛尸于此。江玉湖，还是来晚了一步。又是獠牙蝙蝠，这里也有蝙蝠的尸体。那是什么？这应该是雉鸟的尸骨。当时我们在血魂岭外见的鸟就是雉鸟，它死得这么惨烈，一定是被獠牙蝙蝠所噬。事已至此，我们还是先回客栈要紧。
那我们快走吧。客栈里怎么一点人声都没有，就和我们初来乍到时一般静。上官将军还真沉得住气，我先前还担心他会大闹一场呢。越安静，我反而觉得越瘆得慌。包公子，包公子。你怎么躲在那儿？哎呦，我要是不在里头躲着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被上官将军剁成马饲料给喂了。哦，对了，包公子，咱们俩的书，您可得收好了。待会儿我要是被宰了，这奋笔疾书的千秋大业，可就指望您了，包公子。好。我和儿死也得死得轰轰烈烈，世人皆知。你有话说话，有事说事，别一会儿血溅10丈白帆，一会儿又马饲料的闹腾人。这客栈刚被你嚎成法场，现在又唬成了屠宰场。哎，不过一日不见，你这字儿倒是麻雀变凤凰了。我和麻雀哪有这能耐？这都是沈凤凰所说。只可惜，这马上就要变成那遗书了。沈公子出了什么事吗？先前呢，他为了给你们打掩护，差点被上官将军给掐死了。哎呦，您赶快去救救他吧！走。上官将军下手可真够狠的。若要这般不堪而亡，我宁愿自刎而死。南姐姐别急，包大哥一定会想出法子救你的。哎呀，包公子啊，您还有心思摆弄这小姑娘的玩意儿呢？您要有功夫，赶紧想辙摆平上官鳖吧。我这么奋不顾身是为谁啊？您可得对我负责呀。听你说话，真是一个字儿一个鸡皮疙瘩。那我还是回马厩吧，再不济，我还能策马逃命呢。有种你就试试。没种就没种啊！将军息怒，和二因受学生之命，故封守客栈。为前真凶，学生不得已出此下策。凶手除了江玉湖，还能是谁？江玉湖已死，凶手实则另有其人。哦，此人将水姨杀害后，又将水姨的独门暗器滴水诀窃为己有。滴水诀既能以毒攻毒，也可遇毒更毒。他一旦沾上梅丹峰的白骨指环后，便可以透肤见骨。因此，只要我们找到白骨指环，就可以验出凶手真身。那白骨指环是何物？此物现在何处？方才学生去血混林时，不慎遗落此物，待学生将其寻回，再详细禀明将军。好，那便依你的意思，快去快回。是。
包大哥，你来杜贤房间做什么？来揭开另一道机关。展昭，这方洞口通向何处？客栈大厅里的兽头。我们不是要去血魂林吗？为何要来这儿啊？我想，我知道凶手是谁了。看青天在上，大道苍茫，怀一份信念，志在四方。说少年轻狂，却偏爱去闯，一路妖魔，又能怎样？揭开迷离的真相，盘根错节的过往，断案何须要公堂？铁面丹心也有儿女情长，曲折离奇，我便步步推理，难情难断，我有清醒逻辑。茫茫乾坤，狂争着朝纲，不负权贵势力纲常。花花世界，无欲则刚，却是大抱不平伤。